Hello，大家好，我是开源制造老王。今天呢，我给大家科普一下什么是 ERP。那么 ERP 的全称呢，就是企业资源规划系统。那么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中间这个 R， 就是资源。那企业里面资源代表什么呢？那么当然最重要的就是钱，然后就是物，然后就是人。所以最早期的时候呢，ERP 这个软件呢，主要是管理财务为主，就是所谓的管理钱。后来大家发现，我的库存和我的生产和我的钱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呢，后来呢，大家用 MRP 这个概念把物给管理起来了。那发展到今时今日呢，由于信息化的发达，所以大家开始管理一些以前认为不需要特别管理，比如说人啊，比如说客户啊，那我们慢慢就衍生出来了很多的子系统。那如果我们以最简单的方式去科普一下 ERP， 那实际上就是那几个牌子，在外国人的眼中呢 ，SAP 和 Oracle， 那在国人的眼中呢，那就是金蝶和用友，这些都是一些非常耳熟能详的非常传统的 ERP 的大软件。那以后如果大家谈论起来什么是 ERP 的话呢，随便说两个这些品牌出来，大家都认为你是懂 ERP 的。后来随着计算机的不断普遍，那么很多的管理软件都开始冒了出来。那我们比较常见的呢，当然会有管理库存的 WMS 啊，管理客户的 CRM 啊，还有管理人力资源的 HRM 啊，还有比如说管理供应商的 SRM 啊等等。那么在我眼中呢，现在这一类单一的应用呢和整体的一个集成化的 ERP 的界限呢是越来越模糊了。那么至于您的公司是需要一个比较深度的单一的应用程序去解决您的某一些需求，还是需要一个大而广的 ERP 系统来通盘解决你整个公司的一个端对端的一个问题呢？那这是一个 ERP 这个行业里面最大的一个问号。那么最后回到我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我到底应该使用什么样子的 ERP？ 那这将会是一个非常长的话题，我们有机会可以和大家慢慢分享。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根据自己企业的真实需求情况去选择合适的企业软件，并不一定是 ERP， 也可以是任一个我们刚刚说的一个深入的单一应用。那么最后呢，欢迎大家分享自己在寻找 ERP 以及做 ERP 上面和我们一样受到过的伤害、走过的坑大家多多留言，我们可以有机会的话呢，拿出一些非常有意义和非常有意思的话题，以后分享给大家一起作为探讨。再见。